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香港和深圳。我先问大家一句，你觉得深圳和香港谁才是粤港澳大湾区一个是从边陲渔村逆袭的科创黑马，一个是曾稳坐东方之珠的老牌强者。在中国改革开放这部大戏里，香港和深圳是最耐人寻味的两个主角。45年过去，这对哥弟俩有暗暗较劲，也有协同合作，但双方关系已在悄然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家好，我是老姜，每周我都会在这个频道向大家汇报我在深圳闯荡的故事和思考，请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当今实力对比，深圳用45年走完香港100年路。咱先看一组数据对比，你敢信吗？1979年的时候，深圳 GDP 才 1.96 亿元，啥概念？可能还没现在深圳一个网红奶茶品牌的年销售额高。而当时的香港呢，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了， GDP 直接干到320亿美元，折成人民币差不多800亿，相当于400多个深圳。结果到了2024年，直接反过来了，深圳 GDP 飙到 3.68 万亿，香港是 2.9 万亿。深圳第一次把差距拉开7800多亿。2025年的全年数据还没出来，估计差距还会进一步加大。在这个数字背后，是深圳日积月累默默积攒下来的硬实力。深圳研发投入占 GDP 超 5%， 香港不到 1%。 深圳有10家世界500强，香港只有2家。深圳这45年相当于用倍速播放跑完了香港100多年的工业化路，而且还从香港的加工厂变成了现在的中国科创的主引擎。这逆袭的速度放眼全球来看也没几个。老姜这里多说一句，提起深圳，大家都知道有个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其实还有一句，老姜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要你在深圳生活过一段时间，就能感受到深圳这种务实的氛围。踏实肯干，日拱一卒，有契约精神。相对其他城市来说，从上到下都不大喜欢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我想这也是深圳非常重要的城市特质之一。深港关系的3个阶段。咱把这45年拆成3个阶段，你一看就清楚。第一阶段，深圳靠给香港打工挣得第一桶金。80至90年代，那时候的深圳缺资金、缺技术、缺订单，但有充足的劳动力和土地，而香港制造业正好想往外迁。一看深圳，土地便宜，工人多，还有政策红利，这不就是完美工厂吗？所以香港老板纷纷跑来深圳建工厂。当时的模式特简单，就是前店后厂，香港是前店，管找订单、拉投资、搞销售；深圳是后厂，负责生产、组装、交货。你看数据就知道，80年代香港制造业占 GDP 超 20%， 到2020年只剩不到 1%，而深圳工业产值从0直接涨到2024年的 1.39 万亿，占 GDP 超 37.8%。 简单说，那时候深圳想赚钱得看香港的脸色，妥妥的打工仔身份。同时呢，通过制造业转移，香港获得了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空间，而深圳通过其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接受了香港的产业转移，奠定了未来工业发展的基础。当时这个模式，老姜记得有个现在听起来颇有年代感的词，叫3来一补企业，就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3来好理解，给大家说说一补是怎么回事。就是深圳先引进香港的设备、技术，待投产后，再用生产出的产品抵偿设备和技术的费用，这就大大降低了初期投资压力。不过对于深圳来说，这种模式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附加值较低，主要赚个加工费。
这也是深圳决心从加工基地转向科创中心的原因。但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来看，三来一补就是深圳改革开放之初的破冰行动。正是通过这样的猥琐发育，深圳打工积累到了第一桶金。第二阶段，大湾区一哥之争。第二个阶段大致在2012至2018之间，转折点发生在2012年，深圳通过长期务实低调的猥琐发育，当年 GDP 第一次超过广州，成了华南经济老大。2018年更猛，直接超过香港。这下可热闹了，香港人开始焦虑，咱这东方之珠咋被以前的边陲小镇超了？深圳人底气则越来越足，以后咱打工人终于不用再仰着脖子看香港了。那几年网上吵得特别凶，谁是大湾区核心的话题天天上热搜，本质上就是深圳想摆脱香港影子，香港想守住国际地位。那火药味隔着屏幕都能闻到。怎么说呢，就像现在常说的，怕兄弟吃苦，更怕兄弟开路虎。以前一直跟在你屁股后面混的小弟，现在摇身一变要坐上主位了，大哥心里多少有点酸酸的。而小弟呢，此时虽然已经坐上了主位，但心里依然不踏实，对老大的滤镜依然存在，依然不敢怠慢，时不时地给前老大点烟敬酒。这个阶段，深圳和香港一直在你追我赶，暗暗较劲。那么咱就是说，你觉得香港真的被深圳超越了吗？老姜认为啊， GDP 只是衡量城市发展的一个维度，但远远不是全部。下面咱们接着聊。第三阶段，从谁赢谁输到组队上分。这些年因为种种原因，唱衰香港的声音此起彼伏，产业空心化，港口吞吐量下滑，金融被新加坡反超等等，似乎当年的东方之珠已蒙尘褪色。老姜说句自己的看法，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不仅依旧璀璨的直冒火星子，而且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为深圳二次赋能。咱们再看一组数据，2024年香港集装箱吞吐量退居全球第9，被媒体调侃跌出一线。可集装箱数量不等于航运中心含金量，真正值钱的是船舶注册、融资、保险、仲裁等高增值环节。香港仍牢牢坐在亚洲第一梯队。金融方面，深圳有深交所，上海有上交所，但外资仍把香港当第一站。为什么？原因有3条：资本自由流动、普通法、离岸人民币。香港人民币存款余额 1.1万亿元，占全球离岸池子 50% 以上。跨国企业做对华贸易，全程无外汇管制，汇差、利差皆可对冲。2024年经香港结算的跨境人民币贸易额 9.8 万亿元，相当于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 28%。法治方面，全球跨境融资合同 90% 适用英国法或香港法。2024年，香港原讼法庭受理商业案件3120宗，其中 37% 原告来自内地。为什么？因为裁决可在伦敦、纽约、新加坡等160个普通法地区执行，投资人能睡得着觉。老姜不一一列举数据了，只说一句话：民族要复兴，香港不是选择题，是必答题。香港正是凭借着其高端服务业等软实力，为深港协同埋下了伏笔。就拿2025年来说，深港合作搞出了2个王炸合作案例。一个是河套合作区，这是一国两制的科创混血儿。一边是深圳园区，已经落地200多个高端科研项目，440家科技企业，国际专利申请超1700件。另一边是香港园区，2025年刚开门，就拉来了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数据科学这些高精尖企业，预计1年能贡献520亿港元，还能创造5.2万个岗位。另一个是前海出海一站通，这是2025年9月，前海和香港贸发局联手搞的大动作，
前海负责给政策红利，搞制度创新；香港负责给国际资源，帮企业对接海外客户，做法律服务，搞金融支持，专门帮中国企业借港出海。深圳强在产业，香港强在全球资源。深圳出科创 buff， 香港出国际 buff， 这两波操作才是强强联手的样子啊。3. 深港态势展望，不用再纠结谁是谁的谁，现在争论谁是大湾区一哥已经没有太大意义。现在是双主角叙事，深港合作，做大做强，共创辉煌。产业上，深圳能造芯片，搞新能源，做数字经济，是硬核玩家；香港能搞金融，做专业服务，搞国际仲裁，是金融辅助，合起来就是科技加金融双轮驱动，赚钱速度翻倍。制度上，深圳政策灵活，能搞试点，敢创新，是改革先锋；香港法治成熟，和国际接轨，是规则专家，一起打造制度型开放的样板，别人学都学不来。市场上，深圳背靠内地14亿人的大市场，市内循环入口；香港是国际自由港，零关税，物流快，是外循环出口。哥俩一起当双循环的战略支点，打通全球生意。人才上，深圳有一大堆年轻的工程师，是工程师红利池；香港有国际化的法律、金融人才，是全球人才库，一起建全球人才枢纽。不管你是内地学霸还是海外精英，来了都有机会。现在的深圳早不是香港的加工厂，香港也不是深圳的金融后台，哥俩是全球科创的双子星，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双引擎，缺了谁都玩不转。现在的香港和深圳，地铁、口岸、支付、通讯全互通。1小时生活圈不是口号，早上在香港喝早茶，中午去深圳吃猪脚饭，下午回香港开会，比在一个城市通勤还方便。香港人北上薅羊毛，深圳人南下找情怀。虽然现在50岁加的港人仍喊深圳土，但身体诚实去山姆囤货。90后的港青已经在主动学简体字，用美团。有人毕业直接签前海 offer，5年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而最新民调显示，18至35岁香港年轻人中，62%愿意到内地工作，比2019年高出26个百分点。80和90后的深圳人，谁不会哼2句富士山下？谁没追过 TVB？ 现在许多深圳女孩子仍爱去香港买 LV， 买重疾险，打 HPV。 最后唠2句，不是谁离不开谁，是一起走得更远。家人们，深港这45年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深圳用45年从边陲小镇变成全球科创之都，靠的是敢闯敢试；香港用100年守住东方之珠的地位，靠的是自由港和法治。现在没人问深圳会不会替代香港了，大家都在想怎么让深圳的产业加香港的网络，再出几个华为、腾讯、大疆，怎么让香港的资本加深圳的市场，孵出更多全球独角兽？怎么让两地的年轻人不被身份绑住，只被机会吸引？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不是一场你输我赢的比赛，是一场一起升级的游戏。深圳和香港不再是谁是谁的谁，而是咱一起走得更远。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未来10年，你觉得深圳和香港谁更离不开谁？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咱一起唠。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点赞关注，下次老姜再给你们扒更多硬核干货。